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下头发动力学在玛雅中如何去绑定。那么，相比传统的绑定方式，它在保证效果的同时，可以帮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在依赖动力学的同时，我们没办法自定义一些细节。接下来我就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去绑定动力学头发。这里为了更贴近实际情况，我会用这个已经存在绑定的模型给大家做演示。为了防止其他的控制器干扰到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先把这些控制器放到层里隐藏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头发和模型是分离的，并且马尾部分是没有骨骼的。所以我们首先把骨骼创建完整。一样的，我们要尽可能的保证足够多的关节，来确保最终效果。完成后，这里我们选择根骨骼，把它 P 给头部末尾关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头发绑定到头部以上的骨骼。绑定完成后，头的整体是正常的，但是马尾部分会影响到头皮上的头发。如果手动去处理，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这里我们不用添加影响的方式绘制权重，我们使用合并转移的方式来处理。怎么做呢？我们选中头发复制一份出来备用，把原先的头发暂时隐藏了。我们在备用模型上使用提取工具，把马尾和头部分离开。分离完成后，我们的思路是把头部绑定到头部关节，把马尾绑定到马尾的关节。最后，我们选择头部和马尾，加选原始头发模型，执行复制权重。这样，两者的权重就互不影响。至于这个备用模型已经没用了，可以删除。现在我们需要给头发骨骼创建曲线。我们在骨骼菜单下利用 IK 样条控制来创建曲线。在默认设置的情况下，我们取消勾选，自动简化曲线。那么这里，因为我们头发的运动主要在拐弯往下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只在这个部分给骨骼创建曲线。
我们点击首尾关节就能很快地创建一条曲线。这个 IK 手柄目前没什么作用，我们把它删除了。接着，我们选择这条曲线，在 Nhair 菜单下执行曲线动力学。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取消勾选，将曲线附加到选定曲面。我们选择曲线在大纲中展开，那么毛囊下的这根曲线就是输入曲线。毛发系统下的这个是输出曲线。现在我们简单的给头部设置一个100帧的动画关键帧，来看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已经开始运动了，但是骨骼还是保持不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毛发系统下的输出曲线来驱动我们的关节运动。同样的，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X 样条控制器。这次不同的是，我们需要取消勾选所有的功能选项。接着，我们点击根骨骼和尾部骨骼，然后再点击输出曲线。这样，我们的头发骨骼就会受到输出曲线的影响。但是目前的效果是不对的，上下2点是锁定的。我们需要打开这个毛囊系统的属性设置。我们可以看到，它默认锁定方式是2端锁定。我们需要把它更改为底座锁定，也就是曲线跟骨骼的位置。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效果就正确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效果不像是头发，它更像是一个塑料袋，感觉很飘，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优化。我们选择毛发系统，展开动力学属性，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抗弯曲和抗扭曲，因为当我们动作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出现超范围解算。我们提高这2个数值，就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问题。现在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稳了许多，但是还是不像头发，因为它的惯性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调节下方的力量参数。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这个阻尼值，
我们都知道，阻尼越小，惯性就会越大；阻尼越大，惯性就会越小。这里我们需要减弱惯性，所以我们需要增大阻尼值。还有这里的弯曲方法，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扭曲跟踪。弯曲意向性建议设置为负的0.5。另外，如果要头发多一些灵动，我们可以增加一点起始曲线吸引值。这样的我们头发效果看起来要更好。那么，关于动力学头发，我们通常还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碰撞。通常，我们可以直接把身体设置为被动碰撞体。当动力学曲线接触身体表面的时候，就弹开。但是我们的曲线是在头发中心，这就会导致头发已经接触身体，但是曲线还没有碰到身体。那么，针对这种问题，我们需要在碰撞属性中增大这个碰撞厚度，来避免过多的穿插。当然，我们也要明白，不要为了追求完美而影响到其他位置的碰撞效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折中响对比较理想的效果。好了，调成这样也就差不多了。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在头部或者其他控制器上增加一个动力学开关。这里我们选择头部添加一个自定义属性，名称随便都行。类型我们选择整形，最小属性等于0，最大属性等于1。0是关闭，1是开启，这点我们需要知道。然后点击 OK， 这样这个属性就创建好了。这里我们选择这个属性，进入表达式，复制它的属性名称备用。那么控制动力学的是大纲视图中的这个 Hair System 节点，右侧有一个模拟方法，当我们切换到 Off 的时候就是关闭，切换到动力学的时候就是开启。这就需要我们写表达式来建立自定义属性和模拟方法之间的开关。
怎么做呢？我们选择该属性，进入表达式模式。这里我们写，如果自定义属性值等于0，那么模拟方法的值等于0。然后接着写，如果自定义属性值等于1，那么模拟方法的值等于2。那么这里我需要解释下为什么是等于0，为什么是等于2。因为在编程中默认是从0开始的，模拟方法里面的关就是0位置，以此类推，第3个动力学对应的位置就是2。这样说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了。那么表达式创建成功后，这个属性就会变颜色。我们选择头部，当自定义属性切换为0的时候，动力学关闭。当自定义属性切换为1的时候，模拟动力学开启。那么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参数的调节，同样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参数搬到头部控制器的自定义属性中。最后，如果我们需要在当前的第一帧结算，想要在其他帧开始结算，我们可以选择大纲中的解算器，设置这个起始帧位置就可以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这个视频能解决大家对动力学绑定的一些疑问，我们下期再见。